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英超球队买人时候的年龄歧视。在观察了过去10年的英超转会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很多球队对于买人的时候对年龄的要求很严格，要么太小的不买，要么太老的不买。我简单的把球员按照年龄分成了3个组别。第一个组别呢，就是 U21， 就是21岁以下的球员，也是我们球迷俗称的刮彩票。比如阿森纳当年3000万买的萨利巴，那时候才18岁，现在这个彩票已经刮成了一个奖字。曼联当年也花重金买了19岁的天才少年马夏尔，现在彩票已经刮出了一个谢字，于是不得不又花重金买了另一张彩票，就是我们的新哈兰德啊。具体的表现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。那么第二个组别，我很笼统的把球员们放在这个22到27岁的组别，我们就叫他当打之年。大部分的球员在这个时候会达到他的黄金年龄，但是如果细分的话呢，根据球员所打位置的不同，以及每个球员个人风格的不同，他们到达巅峰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。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，我比较粗暴的把他们都放在了这一组。我借鉴了商科的模型，想了一个更好的分配球员的方法，下次有机会会专门做视频给大家讲解。第3个组别是28岁以上的球员，我们叫他28熟男，因为我们球迷常常调侃穆帅说他喜欢买28熟男，这个是有原因的。一个球员在28岁左右的时候，身体和心理都会达到成熟期，往往会在2-3年内出成绩，虽然在之后在表现会有所下滑。不说足球运动员，就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到了30岁之后，身体机能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。比如说像我20多岁的时候打球熬夜玩游戏一点事儿都没有，现在过了30岁，体力、耐力、持久力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，就连我太太都说。在确认了3个组别之后，我们来看一看英超豪门买人的时候，球员的年龄分布是怎么样的呢？这是在球员转会当时的年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啊，上面的图是总支出，下面呢是各一项的占比。绿色的是我们的彩票组 U21， 我在这里叫他们热血青年。蓝色的是处在当打之年的球员主力，黄色呢是穆帅最爱的28熟男。首先我们看到啊，4个球队都花了重金在蓝色的部分，对于彩票和熟男呢，却不是每个球队都愿意投入的。曼市双雄都花重金投入了彩票区，曼联投入占比 26%， 曼城投入占比 23%。 曼联呢我们不意外，毕竟我们都常常说热血小青年曼彻斯特联，这些年曼联花了4亿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夏尔、桑乔、霍伊伦德，以及当初破了英超20岁以下转会记录的卢克肖，还有从804个右后卫的数据库里挑出来的万比萨卡都在其中。这份名单槽点太多，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展开讲。曼城买彩票花的钱也不少，早年买的彩票不能说都兑奖成功了，但是凭借着瓜迪奥拉的调教以及曼城稳定的战绩和成熟的体系，用了几年就算不趁手的像萨内、费兰托雷斯、热苏斯又都高价卖掉了。而阿森纳和利物浦呢是没有太多闲钱拿来刮彩票的，他们更愿意从青训队伍里面以低成本刮一刮。那么大家注意啊，青训不在我们今天的转会费讨论范围里，所以像萨卡、福登、阿诺德、拉师傅他们都不在这个转会成本里面。我们今天谈的彩票是要花转会费去买的。阿森纳这10年只花了1亿买刮彩票，只占比 8%， 有一半都花在了前面提到的萨利巴，还有之前相信阿森纳球迷都还记得的钱伯斯。而利物浦呢在刮彩票上面也比较自制，要不是今年一狠心买了格拉文贝赫，他会是4强里面在绿色组别里花钱最少的。那么说到黄色的28熟男的部分，曼城是非常严格的，这里只花了7000万，只占比 4%， 有接近一半都花在了今年夏天的科瓦西奇身上。另外还有很久之前曼城买过布拉沃和卡瓦列罗，但这2个都是门将，球迷朋友们都知道门将的职业生涯都比较长，所以就算过了28岁，曼城也愿意破例买人。所以如果你刨掉这些特殊情况的话，整整10年曼城是基本不动28熟男的心思的。但是曼联就不一样了，28熟男一买再买，最好这口的穆帅就给我们带来了伊布、马蒂奇、桑切斯，随后的索帅也不遑多让，前有轻熟男瓦拉内，后有重度熟男 C 罗中间还加了一个卡瓦尼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我这里算的是转会费，像伊布、卡瓦尼、埃里克森这一类免签的熟男是没有体现在数据里的，像包括 C 罗的高工资也都不会体现在这里面。如果把这些都算上，曼联在28熟男的占比只会更高。同样爱买熟男的还有阿森纳，跟曼联一样都占比 13%。阿森纳的熟男也很精彩啊，奥巴梅扬、大卫路易斯，还有和曼联进行的著名的熟男交换，拿桑切斯换了米希塔良。不知道阿森纳球迷对米奇怎么看，反正我们曼联球迷对桑切斯是非常满意的。
利物浦跟曼城一样，在赎男方面是非常的谨慎，这10年只花了5000万。这5000万的绝大部分钱，一个是买了迪亚哥，还有一个是这个夏天买的日本队长远藤航。大家可以看到，10年来利物浦基本不舍得花大钱买彩票或者买赎男，但是今年的夏窗一下子破了2例，远藤航和格拉文贝赫，这说明利物浦为了重建中场是冒了很多以前不愿意冒的风险的。那么有朋友会问了，你分析了半天切尔西呢？主要是切尔西的交易量太大了，这里看到总支出曼联是16亿，曼城是17亿，切尔西的总支出整整23亿，交易量不仅大而且频繁，甚至多次出现像马蒂奇这种买入卖出再买入再卖出的神秘操作，感觉别的球队是来转会，切尔西是来炒股的。要是把切尔西搞进来，我这个视频根本做不完，所以我就决定还是关注去年的英超前3，只能说对不起切尔西球迷了。那么有朋友又会问，那为什么利物浦也在这个名单里呢？那主要是因为每次我做视频利物浦的支出都很少，把它放到最右边呢，就能把右上角空出来放我的头像，所以要感谢利物浦为我的视频制作带来了很多方便。那我们都知道小鲜肉是高风险高回报，那么赎男是冒了什么样的风险呢？按理来说，他们达到了心理和身体的成熟期，应该能够给出很稳定的表现呢。那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，是赎男冒了一个很高的金融风险。一个28岁的球员签了一个4-5年的合同，到了合同末期的时候，一个32、3岁的球员是没有再次出售的价值的。因此呢，一个赎男的金融成本往往会比当打之年的球员的成本更高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做一个对比。马蒂奇当初加入曼联的时候是29岁，花了曼联4500万，用了4年之后免签走了，平均1年的成本就是1125万。而科瓦西奇当初加入切尔西的时候也花了4500万，不过他那时候是25岁，用了4年2900万又给曼城买走了。那么这样一算，平均1年的使用成本是400万。注意这里为了简化，我就不算球员的工资和奖金了，只算的是转会费的平摊。那么同样是4500万的投资，因为转售价值的不同，平摊成本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。我们不是说马蒂奇不好，但他的年龄注定他会是一笔昂贵的投资。想想我们刚才提到的曼联和阿森纳的其他几位赎男，桑切斯、C 罗、小猪、奥巴梅扬、米希塔良、大卫路易斯、威廉、伊布、卡瓦尼，这个长长的名单都有2个共同的特点：加入球队的时候超过了28岁，最后都是免签走人，没有留下转售价值。因此当曼联花7000万买卡塞米罗的时候是要有觉悟的。赎男可不可以买？可以。你像曼城今年也2900万买了科瓦西奇，利物浦2000万买了远藤航，阿森纳去年也买了若日尼奥，但是有谁会像曼联一样花7000万买赎男呢？那有朋友就会问了，难道你觉得卡塞米罗不该买吗？那卡塞米罗还是很香的，金融归金融，球迷归球迷。回头一看，还是皇马会做生意，一个30岁的球员7000万转售，回过头来曼联球迷还得谢谢皇马。另外呢，足球世界瞬息万变，现在还出现了一个转机。我们看曼城6800万把27岁的马赫雷斯从莱瑟斯特当年买过来，用了整整5年，人马赫雷斯都32了，跟胖叔一样，持久力、冲击力、爆发力都显著下降了。按照我们的理论呢，马赫雷斯应该会接近免签走人，然而他居然3500万去了沙特。没错，沙特的出现给了豪门赎男一个转售的可能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球队就不需要在28赎男的投资上这么纠结。这也许就是今年夏天曼城和利物浦愿意破例的原因。当然了，曼城作为石油资本往沙特卖人属于左手转右手，曼联利物浦未必能够复制。如果曼联真的被卖给了卡塔尔，加入了石油的大家庭，那我就只能说像瓦拉内、埃里克森、卡塞米罗他们的转售价值就都有保障了。有朋友会问了，除了买年轻球员增加在售价值以外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减少每一个球员每年平摊的成本呢？那么去年切尔西又非常有创意的给我们打了一个样，就是不再签4-5年的合约，而是签8年以上的合约。这样的话，每年的平摊成本就显著的降低了。只不过呢，这种方法有点投机取巧。现在欧足联已经说了，如果你签5年以上的合约，最多要摊5年。英超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，但是我相信很快也会出台来限制切尔西的这种行为。给球员8年合同是一把双刃剑，对球员和对俱乐部都有一定的风险。我们在以后有机会会给大家做视频详细讲解。总结一下，彩票呢是潜力股，赎男呢是技战力。如果要配置一部分资金，曼城是选择配置资金做彩票，赌未来，毕竟曼城有钱，输得起。阿森纳呢是选择配置资金要赎男要成绩，毕竟阿森纳输不起。利物浦呢就实在太困难了，彩票风险高，赎男成本高，财政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，所以选择了一个两头小的策略。而曼联在财政配置上有些过度自信，选择了两头大。那么这种财产配置思路可不可行呢？有没有其他的球队使用类似的思路取得了成功呢？今天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下次再聊。